七公主，七公主，七公主，是。七公主，七公主，什么人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姑娘若无大碍，在下还有急事，先告辞了。公主，公主，七公主找到了，你看，那人是谁啊？他是随国公府的三公子，乐部中大夫杨赞。据说他不但精通各种乐器，还博古通今，诗词歌赋均是一绝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人，那我得去领教领教。安陆公公，臣有事要求见天王。天王有旨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人命关天，烦劳继续通报一声，杨赞有要事要求见。说了不行。天王，杨赞有要事求见。天王，天王。钟大夫，难道你想抗旨不成？安陆公公，何事啊？这么吵？参见顺阳公主，天王有旨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参见公主。免礼吧。你想见天王哥哥？臣有要事求见天王。让他进去。就连本公主的话也不行。公主也不例外。你，哎，公主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少废话，让他进去，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公主的好意在下心领了，还望公主切莫伤了自己。杨公子，你放心，今日我一定让你见到天王哥哥。让他进去。要是本公主有什么闪失，看你如何跟天王交代。公主，身体要紧，先把刀放下。小人也是奉旨行事，职责所在。少废话，到底让进还是不让进？难为小人啊！公主，参见顺阳公主，天王有请。你给我等着！珠儿，你又在闹什么呀？参见天王。天王哥哥，朕正在批阅奏章，便听见你在外面吵吵嚷嚷，是为何呀？还不是为了他呀！求天王救救杨家。起来说话。今日晋国公府来人通报，说大哥刺杀大冢宰未遂而被抓。父亲不信大哥会做出此等事，便带着二哥去晋国公府，想要一问究竟。谁知这一去便再没出来。方才大冢宰又贴出告示，说明日要将我大哥问斩。天王，我大哥是被冤枉的，父亲和二哥更是无妄之灾，臣无计可施，只好来求天王救救杨家。这杨坚也在宫中任职，他为人如何，朕自然清楚。只是大冢宰既敢如此大肆宣扬，必定是掌握了确凿的证据。要救杨家，恐怕是不易呀。天王，大冢宰虽然平日里管的事多了些，但他毕竟是你的堂兄弟，定不会为难你的。况且你是天王，你说的话他总不敢不听吧？珠儿也请天王前去救救杨家。贤儿，父，大冢宰为何总说有人要刺杀他？
之前是外祖父和赵太傅，这次又是杨家，是不是但凡他不喜欢的人，只要说行刺他就好了？若是这样下去，恐怕人都要被他杀光了吧？天王驾到！参见天王，天王万岁！平身吧。天王，你来我府上，所谓何事？朕突然前来，是有要事，想与大冢宰单独聊聊。你们去外面候着。天王以为自己能救得了杨家吗？这是何意？请大冢宰收下玉玺。又来这一套。朕是真心想让大冢宰来做天王，朕无能，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朝廷重臣个个死于非命。大冢宰若肯收手，朕愿意禅位。天王当我宇文护是什么人？太祖对我有恩，我怎会夺他儿子的王位？我若是有这个心思，当初何须服谒你们兄弟？你以为我是铲除异己？若非他们欲夺我性命在先，我又怎会出手惩治？我一心为大周，却屡遭他人谋害，难道还要等到刀架在脖子上才反击吗？大冢宰可曾想过自己为何会成为众矢之的吗？不过是嫉妒使然。任何人身居大冢宰之位，都会遭人谋算。既然臣在其位，便有权自行处置。天王想用玉玺来换罪臣之命，简直是荒唐。这是对臣的侮辱，也是对王位的侮辱。天王还是回宫去吧，做好自己分内之事，其他的无需操心。阿勇，阿勇，怎么回事啊？杨坚为何会突然去刺杀宇文护啊？我也是刚知道此事，他应该是为了替伽罗报仇才冒险行刺的。他们这般莽撞行事，只会枉送性命。他们？这告示上只说了杨坚一人，他们是谁？阿勇，你是否知道什么？告诉我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。其实，伽罗没死。伽罗没死啊？真的？伽罗真的没死啊？太好了！哎，既然他还活着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害得我这几日痛哭流涕的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杨坚，真是为了救伽罗才被抓的吗？哎呀，这个杨坚，为了伽罗竟然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，看来这回伽罗真是找对人了。即便要报仇，也该仔细谋划。若是我，断不会让伽罗涉险。哎呀，不说这个，咱们救人要紧。宇文护抓了杨坚，也不知伽罗如今在哪儿。我正要去随国公府探探消息。好，我同你去。走。相信蜀国公对杨家之事已有所耳闻，请您来，是想求您帮忙救救杨家。眼看着众臣一个个被宇文护残害，蜀国公，您是国之栋梁，不能坐视不理呀。我明白，
然而眼下情况不明，要救人，谈何容易啊！尉迟叔父，求求您救救杨家吧！是啊，尉迟叔父，如今朝中有能力又敢帮杨家的人只有您了。是啊，即便不是为了杨家，蜀国公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。宇文护分明就是铲除异己。蜀国公，您虽战功赫赫，可一直与宇文护疏远。一旦杨家出了事，难保他下一个对付的不会是蜀国公府啊！我与隋国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杨家有难，我怎会不帮呢？只是眼下不知该从何着手啊！哎，你们先起来再说。起来吧。大郎究竟为何要去刺杀宇文护？具体我们也不清楚，只知早前独孤家在流放途中遇袭，伽罗姑娘身受重伤，大哥为保其安全，说要带她出走。谁知没过几日，便传出大哥刺杀宇文护被抓的消息。独孤伽罗他还活着？如此大事，你为何现在才说？是大哥，大哥要我们保护伽罗姐姐，才散播消息说她已死，没想到却要害死大哥了。告司空，蜀国公，父亲，尉迟将军，如何？有什么消息吗？父亲，杨坚是被当场抓获的，证据确凿，他又宁死不肯说出同党，所以宇文护非杀他不可。都是那个独孤伽罗害的。奇怪的是，宇文护抓了杨坚，后又关押了隋国公与杨整，却迟迟未动隋国公府，这不像他的行事风格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或许宇文护并不想灭了杨家，否则他大可一口咬定隋国公就是主谋，将杨家满门抄斩。如今却只说将大郎一人问斩，还在城里城外贴满告示，大肆宣扬。不好，是陷阱，伽罗有危险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伽罗，让他快走啊！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不论他在哪儿，都得尽快找到他呀。若这真是陷阱，大郎还有生机，伽罗就危险了。那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宇文护工于算计，若他不想动隋国公，就不会杀大郎，与隋国公结怨。现如今，我们只能是静观其变了。这么多人，我们分头找吧，一定要在晴晴之前找到伽罗。你看仔细一些，伽罗喜欢乔装打扮，女扮男装也说不定。好，我带人去那边看。去吧，走。大冢宰，倘若独孤伽罗不肯现身，难道真要斩了杨坚吗？人死了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杨坚还得留着，与杨忠做交易。杨忠爱子心切，大冢宰要什么，他都不敢不给。可杨坚一旦被押上刑场，独孤伽罗若不现身，该如何收场啊？那还不容易。就说此案有疑点，需重新再审，我也让惠儿带着新证人候着。到时我便宣布重审，再给杨忠最后的机会。若他不珍惜，那便只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如若他再不识抬举，他们杨家便将成为第二个独孤家。而倘若独孤伽罗现身，便可送他到地下与独孤信相聚，届时大冢宰与杨忠的交易仍可继续。大冢宰高明。带杨家父子带上来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男的女的都找过了，一个相似的都没有。
杨将军，你们父子平日里上阵杀敌，护卫大周的百姓，如今你儿子将被处决，这些人却都是来看好戏的。不过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我相信杨将军都会感激我的。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带人犯。带人犯。伽罗真的会来吗？或许他不知道今日杨坚又会问斩吧。我当然希望他不来。他若来了，恐怕性命堪忧啊。唉，杨坚为救伽罗而死，真是情深意重，可惜了。大哥，大郎，让让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办？三哥，你想想办法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父亲，二哥，二哥。徐大哥，都准备好了。大家一会儿听我命令行事，切勿轻举妄动。时辰已到，行刑。是，行刑。伽罗，你来做什么？走啊！要杀你的人是我，不是杨坚。放了他！不要相信他的话，刺杀你的人是我，与他无关。你疯了！走啊！鉴于本案有新的线索，待审理后另行宣判。把人带回去。二哥，这宇文护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要救伽罗，只能从长计议了。派些人盯紧靖国公府。
独孤伽罗，虽然你已自行认罪，但也不能证明杨坚他不是同谋。宇文护，是我要杀你，与旁人无关。他是否有罪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唯有杨将军说了才算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杨将军治军严谨，训练的兵士也个个骁勇善战，手下2支精兵，着实令人羡慕。虽说君子不夺人所爱，但为了成大事，也不能时时君子。就看杨将军能否割爱了。1支精兵，换你儿子一命，如何？父亲，万万不可！这2支精兵是您呕心沥血、经年累月训练出来的，陪着您一起南征北战多年，堪称您的左膀右臂。没了他们，您日后还如何上战场？大郎，左膀右臂断了，至少命还在。可是，若你死了，我这条老命也没了大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精兵可以交给你，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放了伽罗。哼，不可能。独孤伽罗刺杀我证据确凿，再说我怎能让一个独孤家的余孽活在世上？杨叔父，您不用求他。伽罗既然赶来，便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只是连累杨家上下，伽罗深感愧疚。伽罗，大郎为了你，性命都可以不顾。我是他的父亲，心里怎会不明白？你放心，我定会保你一命。宇文护，你既然想要我手下精兵，我可以全部交给你。2支精兵换2个孩子的性命，如何？你失去了这2支精兵，就如同一只断了翅膀的老鹰，而你这个柱国大将军，也是徒有其表了。这个我心里自然比大冢宰更清楚。人人都说杨将军爱兵如子，这些将士跟你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你竟为了一个罪臣之女抛弃他们，我真替他们感到心寒。大冢宰言重了。我身为大周臣子，我手下的将士自然也是大周的将士。既然是大周的将士，是听我之令还是听大冢宰之令，有何不同？只要大冢宰是用他们上阵杀敌，我相信他们定会全力以赴。但若大冢宰是要他们去做不利于大周、不利于天王之事，我坚信他们必不会助纣为虐。我如何用兵，用不着你教。杨叔父，伽罗不值得你如此，请收回方才所言。伽罗，我决心已定，你不必再说。我的条件在此，行还是不行？行，当然行。没想到独孤信的女儿，竟值1支精兵。独孤伽罗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以后再想刺杀我，你可要好好掂量掂量。到时杨将军还有没有精兵来换你？或者说你身边的人还有没有机会活命？
文护不要天王的玉玺，却要杨将军的精兵，其野心之大，心计之深，真是不一般呐。这杨家为伽罗也付出太多了。杨家这么做，只是迫不得已。哎，你说，伽罗会不会就此嫁给杨坚啊？你想想，他能用自己去换杨坚，想必一定是有感情的。你不了解伽罗的脾性吗？你认为他会吗？为报恩，我倒觉得他是不会放弃的。他最怕的便是连累别人。说的也是啊，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连你我都瞒着，这就叫做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独孤伽罗还活着，他可真是命大呀！也不知该说他是命好还是命不好。这个女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夫人，怎么办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阿庸的心，没事吧？父亲回来了。嗯。父亲，父亲，您当真将2支精兵都交出去了？是。都哭丧着脸干什么？再精锐的兵，都是带出来的。以前能，以后照样能。哎。只是伽罗害了杨家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来来来，快起来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啊！父亲，您说一家人是什么意思啊？聘礼都下了，人家伽罗早就是我们杨家半个媳妇了，择日将婚礼一办，她就是你们的大嫂了。她差点害死了大哥，还害您丢了兵权。难道您还要让大哥娶她吗？你不要胡说！我哪有胡说呀？你和二哥都是伤痕累累的，你再看看他。住口！新兰，在。以后你便随着伽罗，好生伺候。是，郎主。伽罗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以后我们便是你的亲人。你受了伤，先回去歇息吧，啊。你们两个的想法，也与阿爽一样吗？伽罗在刑场冒死救大哥，确实让人感动。可这一切，都是他造成的。若他继续留在这里，不知宇文护以后还会如何对付杨家。如今父亲连兵权都给了宇文护，我们日后还拿什么与之抗衡？三弟，三哥说的对，父亲倾注了多少心血，就这么白白送给了宇文护，大哥你能甘心吗？够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这件事，以后谁也不准再提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作为大哥，我没有保护好杨家，不仅连累了父亲，还害弟弟们受苦。大哥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已经想过了，若是你们同意的话，就按之前所说的，我带着伽罗一起离开长安，如此便不会给大家带来麻烦。大哥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为独孤伽罗付出了那么多，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三弟，你不懂，我对伽罗好，不只是因为道义，更重要的
是我爱的。从他走上刑场救我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告诉自己，这个女人我要定了。父亲，此生此世，我非伽罗不娶，还望父亲成全。大郎，你先起来。你对伽罗用情至深，父亲早已明白。否则，我也不会不惜一切的去救她。魏国公教的好女儿，伽罗确实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姑娘。你若能娶到她，是你的福气。父亲也希望我们杨家有这样一位好长媳。虽然我们杨家眼下身处逆境，但这都是暂时的。只要我们上下齐心，何愁没有翻身之日？你说什么？伽罗当真还活着？是真的，众人亲眼所见。他亲上刑场救杨公子，虽被大冢宰带走，但不知怎的，大冢宰突然又昭告天下，说是误会一场，真正的刺客另有其人，并将伽罗姑娘与杨家众人都放出来了。太好了，我要立刻去见伽罗。王后，您别冲动。大冢宰逼天王将您禁闭佛堂3月，您此时若是贸然出去，恐怕又要落人口实了。伽罗姑娘现在杨家，大概很快便会成亲吧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你说的是，是我心急了。既然伽罗平安无事，早晚会见到的。多谢菩萨保佑伽罗，多谢杨家庇护伽罗，多谢菩萨。你们几个把这首重新演练一遍。公主平日里一听乐曲便睡觉，如今却这般痴迷，在于意境。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公主驾到！参见公主。免礼。我要学这个。公主若是想学，待下官排练完毕便。我此刻就要学。公主，下官先向您讲解一下，这琴是。不必了，只听不练就如纸上谈兵，何年何月才能学会？我要你手把手教我。可是，公主，我哪有什么可是啊？教便是教，不教便是不教，爽快利落。你就说你是教还是不教？公主要学，下官自然是会教的。那便开始吧。好，公主，这右手。我不是叫你手把手教我吗？手把手。公主，手指略微弯曲。像这样吗？手腕需下压，小指需上翘。小指往上翘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要心平气和。是不是这样？啊，那只手要这样，就这样，轻轻地放在上面，这样就对了。
然后弹奏之前，心里要先想着曲子。你的左手和右手。之前我总是不喜欢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如今自己弹奏起来，竟是如此美妙。你说，你我二人是不是相遇的太晚了呀？是。啊，不是，不是。哎，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为何还未娶亲？下官家中排行第3，两位哥哥尚未娶亲，下官又何须着急呢？谁说哥哥未娶亲，弟弟便不能娶亲的？何必拘泥于这些压根不成文的规矩？公主教训的是。我不是在教训你，我是在教你。对了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？长安城内的名门闺秀我都认识，不如我介绍一个给你，你有何要求？下官先谢过公主了。其实并无特殊要求，和演员便好。若是温柔体贴、贤良淑德，那便更好了。我说介绍，你还真接受？公主，我。不过要说起温柔贤惠，不是本公主自诩，本公主若说第2，便无人敢说自己第1，是吧，宝莲？是，公主是全天下最温柔贤惠的女子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们既能一起抚琴，又如此聊得来，这便是合眼缘了，多符合呀！啊，公主，这玩笑可开不得，下官不敢与公主合眼缘。你只需要说是合还是不合便是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啊，下官府中还有事，得赶紧回去了。公主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下官先告退了。你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这天下的男人有谁会不喜欢公主的？他定是受宠若惊，慌不择路呢。公主，你看他与公主你在一起时，又紧张又害羞，这不是喜欢是什么？你倒是懂。哎，不过你说的有道理。你别看我刚才不紧张，其实我的手心都出汗了呢。哎呀，他这一走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你说这可如何是好？那公主跟他回随国公府，不就不空了吗？你说的对，如此俊美又有才华的男子，必讨女人喜欢。我可不能让他们抢了先机。这是我们儿时聚会的地方，真是时过境迁啊！只要我们还能聚在一起喝酒，那便仍是好时光。高大哥，也不知为何，这2日我常常想起以前的事。那时候我们在太学念书，伽罗是个女孩子。魏国公给她请了夫子，她喜欢与我们比试功课，可我们却喜欢捉弄她。伽罗，伽罗，在干什么？看你啊！哼，竟敢取笑我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伽罗饶命啊！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这是女子出嫁的诗，太学教的不应该是治国平天下之策吗？伽罗，你这么冰雪聪明，一定可以意会我写此诗的用意吧？
伽罗，我不会让你逃走的。等我出使北国回来，我便会向父王请旨，给我们赐婚。从今以后，我会牢牢抓住你，生生世世都不会让你离开我。你抓不住我的，我可不是那些无知的闺阁女子，总有一日，我也是要见识天地众生的。那个时候，年少不知愁，只盼日日见他笑啊！哎，伽罗，既然来了，为何急着要走啊？你们找我来，所为何事？来，坐。伽罗，是我让高大哥瞒着你的。今日在此，我想请高大哥给我做个见证。饮了这碗酒，我便会彻底忘记你我之前的一切。我们重新开始，从今往后，只是至交好友。好。如此，甚好。甚好。于你而言，我若再对你有感情，便是一种负担。其实这何尝不是我的负担？我与宋儿已结为夫妻，若我心中再想着你，于他于我，都是一种折磨。不过时间真的是好东西啊！我渐渐发现，对你的感情，只是愧疚而已。愧疚当初我的离开，愧疚你有难的时候，我未曾陪着你，心里一直有个结，所以迟迟放不下。你打了我一巴掌，终于将我打醒了，我是该放下了。什么？你要嫁给杨赞？你不是在说笑吧？有人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的吗？天王哥哥，你帮帮我嘛！其实朕啊，早就看出来了。随国公府倒是名门世家，但是你得告诉朕，这杨赞，你究竟喜欢他什么？他温文尔雅，又精通音律，说话也好听。总之，我一见到他，我这心啊就砰砰砰砰的跳。我不管，杨赞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，说什么我也要嫁给他。若是天王哥哥不答应，我就老死在宫中。你看你，朕也没说不让你嫁，只是你突然跑进来，开口就让朕赐婚，你得容朕好好想一想嘛。哎呀，天王哥哥，你就不必再想了，只要您金口一开，您答应赐婚不就行了吗？反正我非杨赞不嫁，若是天王不答应，我今日就不走了。哎呀，起来起来！哎，只要你喜欢，朕当然不会反对啊。只是不知大冢宰是否会答应。你也知道，因为独孤伽罗一事，大冢宰与随国公如今是势同水火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若是我说服了大冢宰，天王会不会赐婚？你若是能说服大冢宰，朕即刻赐婚。一言为定，天王哥哥可不许反悔。朕一言九鼎，何时骗过你啊？太好了，那珠儿先谢过天王哥哥，那珠儿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退。嗯。何必自讨苦吃呢？伽罗啊，今后你打算何去何从啊？你和杨坚，啊，你若是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帮忙。伽罗，我们也一直在想方设法追查宇文护的罪证，但还未掌握你所说的那些关键证据。自我之前当街刺杀之后，宇文护的进出防范甚严，晋国公府更是铜墙铁壁，看来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追查也需暗中进行。宇文护党羽众多，切记
勿打草惊蛇，必须调虎离山，才有下手之机。最近听闻宇文慧自接手了杨将军的精兵后，气焰嚣张。他为扩建别院，强占民田，致使那一带的百姓流离失所。宇文慧，他真是长安一霸，向来仗势欺人。上次强抢民女已被我们教训过了，如今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伽罗，你若有什么想法，我们大可从长计议，不要再孤身犯险。铲除宇文护，那不是你一人之事。我们皆为天王臣子，理应为大周拨乱反正。对，宇文护欺君罔上，为祸于民。如今精兵在手，往后他想做的事，更无人敢拦。长此以往，忠臣良将难逃厄运，大周朝纲尽毁，百姓必苦不堪言。不去庆父，鲁难危矣。除恶不尽，贻害无穷。乱臣贼子，得而诛之。伽罗，你只是答应了，不可再擅自行动。天理昭彰总有时，善恶必报终有期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好，我们改日再聚。你刚才说的那些放下的话，在骗自己吧？原以为说出口，便真的能放下，可这心却更痛了。哎呀，半夜三更的，啊！堂兄，出了什么天大的事儿了？堂兄，堂兄可真聪明，这事儿比天还大。哦，我活到这把年纪了，还未见过什么事儿比天还大。我想要出嫁，请堂兄为我婚事做主。你有意中人了？竟有人能让你喜欢到三更半夜跑到我府上来让我做主的地步，那这人必定不是凡夫俗子。说来听听是谁呀？那堂兄，你先答应要为我做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，此人便是随国公府三公子杨赞。什么？杨赞？我没在做梦吧？不行啊！为何？堂兄，你刚才还说要为我做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下嫁给那杨家太委屈公主了。公主若是想出阁，我定会给你找个人中之龙，那才配得上我大周公主之尊。哎呀，堂兄，什么下嫁不下嫁的，只要我喜欢就不是下嫁。那我也再说一遍，不行。若是父王还活着，他定会依着我。如今我这个公主就是个没人管、没人疼的孩子，连想嫁给喜欢的人都不行。堂兄，堂兄，堂兄，我知道你最疼我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做主的嘛。你嫁谁都行，唯独杨家不行。公主不要，有话好说，莫伤了自己啊！你走开，公主。堂兄今日若是不答应，我就死在这晋国公府，看你们如何跟天王交代。哎，公主，这招你都用过不知多少回了。你要威胁我父亲，能不能换个法子呀？啊！你们不现实吧？我真动手了，你们可别后悔。公主，时辰不早了，回宫休息去吧。公主，你不要吓奴婢啊！公主，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父亲，这……大冢仔，你先出去吧。簪子呢？把簪子给我。宝莲，你们信不信？我真的……好了好了，
想不到，你从小就怕血，为了杨家那小子，居然敢用抹脖子来威胁我。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成了皇家的笑话？谁让堂兄出尔反尔？你当真喜欢杨赞？当然了，我脖子都磨了，那还能有假？若你执意想嫁给他，也并非不可。真的？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要定期向我禀报杨家所有人的一举一动。若是公主不听话，那杨家，尤其是杨赞，会吃不少苦头。公主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这有何难？我答应你便是。那好，那我改日叫天王为你赐婚。太好了，堂兄，不要等了，就明日吧。明日一早，你便请天王下旨赐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担心他被别的女子抢走了。哎，堂兄，又怎么了？簪子。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你还要做什么？那个簪子是真金的，还是我特别喜欢的样式啊！啊，堂兄，金子。宇文护，都是因为你，你害了所有人。你是大周的毒瘤，唯有除了你，才能还杨家兵权，才能让天王掌权，还天下太平。你是何人？是我。大嫂，大嫂，你没死，你还活着。伽罗，我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大嫂，你的脸……不对，我明明见你身受重伤，我亲眼看到你跌落悬崖的。你是如何活下来的？当日坠崖，我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谁知命大，摔断了腿，昏厥过去。幸好有猎户救了我，才捡回了这条命。和命相比，脸又算得了什么？碎石锋利，怎可能完好？等我能起身走动的时候，再回去找你们。已过了很多时日。我只看到了墓碑，还以为你们都……我没有去处，也不能见人，只想回来这里看一看。伽罗，真是万幸，你还活着。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你大哥，在天之灵，总算安慰。大嫂，你受苦了。岳丈、岳母、大嫂，请允许我现在心里边这样唤你们。父亲已经答应让我娶伽罗为妻，从今往后，我会待她好，我也定会替你们报仇，铲除宇文护。我见你不在家中，就想你也许会回到这里，便过来看看。是，我想家了，所以回来看看。虽然我的家人都已离开，但只要回到这里，就还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。伽罗，
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想给你一个新的家。你知道家是什么吗？家是这世上最温暖的牵挂。有家可回，有父母在，才是人生在世最大的福气。嘉罗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在我心里，我早已将你当作是我的家人。我想陪你一起走完这余生。杨家为了我，已卷入灾祸之中。你若是要保护我，那受伤害的便会是杨家。你忘了我吗？去找一个门当户对之人，安稳地过完你的一生。我问你，若我真的娶了别人，你会安心吗？可是眼前的路太难走了，我想一个人走完。你一个人走，我不放心。既然夜那么黑，你何必独行？既然路那么长，你为何不让我陪着你一起走完它？杨家已为我牺牲了太多太多，我不能再拖累你。苍天不仁，我人生残破，早已没有机会。杨姐，你听清楚，我祈愿你这一生平平安安，我不要把你也拖进这深不见底的漩涡中，因为我身在其中，深知其苦，我不愿你同我一起受苦。嘉罗，为了你，我什么苦都愿意受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在你身旁，为你遮风挡雨，好吗？你的好，会是我人生路上恒久的明灯。可惜造化弄人，我不想再亏欠你。你回去吧。嘉罗，你让我静一静。我只要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陪在你身边。三纲以正，王化世先；二姓之和，人伦世序。兹尔顺阳公主，柔仪明婉，书信和惠，端贤外素，敏悟内照。隋国公之子杨赞，华胄宫人，温良美貌，当身下嫁之命，侍宠旧勋之家。命尔杨赞为驸马都尉，以上顺阳公主。尔当奸夫道，勿宠勿慢，永肃其家，以趁亲亲之意。着春官府侍备迎亲之礼，择日完婚。还不快谢恩！谢天王，天王万岁！谢天王，天王万岁！恭喜呀，隋国公！有劳内官这么早来宣旨。哎呦，不早了，比起公主啊，我真不算早。那我便回宫复旨了。请内官慢走。厉害，三哥，真有你的三弟。天王为何突然给三郎赐婚呢？哎呀，父亲，还能是为何？圣旨都说了，三哥温良美貌，才学深厚，定是天王觉得这世上只有三哥与公主最相配，所以便赐婚了。我今日去宫中复职，便听说是公主送你出宫，看来你们早就相识，还情投意合。你倒是很会保密啊。行啊，三弟，你这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看来我这个二哥可是落后于你了。哎，公主一到，福星高照，连我们隋国公府的梅月都一扫而光了。大嫂，街上还有一些百姓，真是可怜。我们这荒废着，就让他们进来避一避吧。不过我们的粮食也只有这么多，
能救济多少算多少。谢谢。大嫂，你心地善良，谢谢。母亲若是还在，也会如此施粥的。谢谢。都是宇文护一门恶霸，为一己私欲强占民田，害这些百姓无家可归。谢谢姑娘，你们真是好人呐，肯收留我们，给我们粥喝。是啊，谢谢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会欺负我们，还霸占了我们家的田，这让我们以后如何过活呀？是啊，我大哥要去告官，可那人说他就是官就是法，还说什么那一片本就是无主荒田，是奉了旨赏给王公大臣的。我大哥还被宇文会那几个穷凶极恶的手下给打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都欺负我们，我们怎么活呀？那宇文护在接手我2支精兵之后，居然将他们打散，发派到各个州郡去。大多数将士不愿意离开长安，于是双方便起了口诀之争。有几个士兵兴许是言语冲动了一些，竟被那暴怒的宇文会活活给打死了。是我将他们送到宇文护手中去的，我对不住他们。方才有2个老部下来找我，说他们已决意刺杀宇文会，为他们的同胞兄弟报仇。我劝他们万万不能鲁莽，即便真要动手，也一定要择机而动。哎，大郎啊，为父身为将军，必须对那数千将士的性命负责。如今形势已容不得我心慈手软。那宇文护若是想要动我，我可以隐忍，但他绝不该伤我将士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来，拿着。谢谢。谢谢恩人，谢谢。给，快吃吧。给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人呐，大人。家洛，你这几日过得如何？你怎么如此固执？明知是个火坑，也要往里跳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本就不该畏惧困苦，况且是为了你。你最近瘦了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哎，家洛，为何有那么多难民在此啊？他们都是受宇文会迫害、流离失所的百姓，暂避在此。家洛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宇文护已将2支精兵据为己有，宇文会更在军中无故杀人。他杀的可都是我大周的将士，所以父亲已经决定要对其动手。你们要杀宇文护父子？为民除害，替天行道吧。那好，不过你们杀宇文护的行动，我要参与。你们有什么计划？我已经得知，公主和3弟成亲之日已定，但当日宇文护并不会出席。可若是你我也在同一日成亲，并给宇文护送去请柬，以宇文护那般多疑的性格，我想他大有可能会来一探究竟。到时我们在魏国公府大摆宴席，宴请相邻，我上门迎亲，再邀其过府观礼，在前往隋国公府的路上。不行，万万不可！若以婚礼引宇文护入瓮，那实在太冒险了。
伽罗，其实我已经想好对策，我绝对不会让我那年迈的父亲与3个弟弟身陷险境。刺杀宇文护的行动，由我一人来做，我定不会将火引至随国公府。杨坚，我问你，你是想要报仇，还是想与我成亲？暂时成亲。与你成亲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我多想给你一个和美盛大的成亲之礼，如今看来，恐怕是没有机会了。伽罗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我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伽罗，原谅我，这场风雨过后，无法再陪你走下去。如若以我之名能换你一世平安，我愿意。杨坚，不敢拥有，只因害怕失去。我在你眼中看到了我自己，所以更不能让悲剧在你身上重演。这一世，你我做不成夫妻，来世望能再续前缘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气死我了！杨坚与独孤伽罗居然要成亲了，竟敢与公主在同一日，还摆什么宴席？请去的那帮都是贱民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公子稍安勿躁，大冢宰已经知道了。还不是你惹出来的事！我叫你收敛些，你偏偏不听，反倒闹出人命来了。我说过多少次，杀人也是分时候的，有的时候管用，有的时候未必。大冢宰息怒，公子都是有理的，别人就算要查，也抓不到把柄。就是，父亲，我那是杀鸡儆猴，这也是您教我的，不这么做，他们能听我的话吗？你糊涂！我们要的已经到手了，下一步便是收拢人心。你这样胡来，闹得民怨沸腾，这与大事有何异啊？晋国公府的颜面何在？到头来，还不是要我替你收拾？大冢宰之意是要去观礼？父亲，去不得，此事必定有诈。我堂堂大冢宰，连天王都不放在眼里，岂会怕他们？独孤伽罗一介女流，杨中也无一兵一卒，他们能奈我何？在婚宴上刺杀我，除非杨家真想自取灭亡，我倒要看一看，他们穷途末路了，还有什么招数？徐大哥，明日迎亲，父亲定会以为我们将在青庐行礼后再动手，而我，则打算以为公主和我们证婚做借口，在宇文护前去随国公府的路上
便采取行动。所以还请徐大哥沿路安排好一切人手，做好准备。你放心，伽罗之前跟我说了，我会安排身手过硬的兄弟，装成百姓跟你去迎亲。路上按你所说，会设好埋伏。徐大哥，大恩不言谢。伽罗，你再这么说，便是不拿我当自己人了。杨坚也说了，我们齐心协力做这件事情，并非为你，而是为我们自己，为大周。你不必有任何的负担。徐大哥，伽罗有幸结识你，实乃三生有幸。客气了。伽罗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同徐大哥商议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徐大哥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要托您将我的二弟和四弟平安地送出长安。这自然没有问题，我会增派人手保他们平安。徐大哥，其实我另有一事相托。但说无妨，我必定尽力。此次行动，我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伽罗。你的意思是？还请徐大哥，明日务必保护伽罗，定要在迎亲的途中便将伽罗打晕，并将其送出城。之后的事情，一切就交给我。杨戬，你是否想过后果？若伽罗知道了，他会终生不安。我答应过魏国公，还有伽罗的大哥，一定会护他周全。但他的脾气秉性你也知道，一旦他决定的事情，我们根本无法阻拦。我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魏国公与我有大恩，我自当护卫伽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徐大哥，你对在下的恩情，来世必定结草先还以报。徐大哥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是啊，恭喜啊，太大了，好事儿。下走无才，得至高门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请君下马来，缓缓便商量。新父子催出来！新父子催出来！门额常时在，女士暂来客。
这只发簪是我亲手刻，赠你，留作纪念。杨坚，多谢你真心待我。杨家上下正直仁爱，应得善果，所有苦痛便由我一人承受。真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佳罗，你今日真的好美，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留在你的笑容里。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眉眼温柔，君子如玉。王后驾到！在家做女冠娇莲，今作他妇信前缘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甚是想念你，早就想来看你。今日你出嫁，我是你姐姐，怎能不来？可是，你不是被禁闭佛堂吗？不要紧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来。我怎能让我的亲妹妹一个人出嫁呢？这些嫁妆都是本宫亲自为伽罗准备的。杨坚，你一定要好好待伽罗。本宫这个妹妹，从此就交给你了。王后，纳征当日我未说完的话，今日便一并说完。我不会娶三妻四妾。这辈子，我只有伽罗一个妻子。如此，自是最好。伽罗，这些嫁妆中，有我当年的嫁妆，带来给你，就当是父亲母亲为你准备的。我独孤家的女儿出嫁，嫁妆理应是独孤家的。谢谢你，姐姐。这丝帛是我出嫁之日，父亲亲笔所写，是对我的嘱托。今日我将此物转赠于你，就如同父亲陪伴在侧，送你出嫁。吾之爱女，父亲虽常年征战在外，但你们都是父亲心头的牵挂与惦念。只愿你们此生安乐。今日你将出嫁，步入另一个家族，幸福与否需靠你自己，但父亲会是你永远的后盾。望他能懂你，你亦能懂阴晴圆缺。愿女与夫君携手白头。不哭了，这个是天王赏赐的西域送来的葡萄美酒，祝你们夫妻恩爱，永结同心。谢天王。我可不能把妆哭花了，待会儿还得去迎亲炉呢。多谢大姐与天王，
我与杨坚先款待相邻，稍后自会去随国公府。王后，您出宫多时，未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是否先行回宫啊？啊，不会误了吉时吧？姐姐放心，不会耽误。大冢宰到。大冢宰，每次都来得这般快，本宫都不得不怀疑，宫中是否有你的内应。3月未到，擅自出宫，身为一国之后，无视法度，不守旨意。王后自己有错在先，却还有脸质问于我？是天王准许本宫出宫的，本宫送亲妹妹出嫁，何错之有？你也知道本宫是王后，你一介臣子，对本宫大声呼喝，究竟是谁目无尊长，以下犯上？宇文护，你的所作所为，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王后再伶牙俐齿，也改变不了不遵守皇室法度的事实。天王也不能徇私保你。若说报应，你们独孤家落得今日之下场，莫非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？你妹妹今日能活着出嫁，实属不易。幸好杨家还有东西可以换。聪明人从此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惹是生非，自寻死路。一些雕虫小技，还是回去好好修炼吧。来人，在。请王后回宫。是。王后，您请吧。伽罗，姐姐今日来，就是想亲自送你出嫁。如今你二人结为夫妻，姐姐心愿已了，也该回去了。你是独孤家最后的希望，好好活着。姐姐保重。王后，请吧。还未到吗？哎，可不是嘛！你看都什么时辰了，这杨坚迎个亲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你说这伽罗家中已经没有什么姐妹妯娌了，难不成谁还拦着他不成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啊？不会吧？要不我派人去看看？还是我去吧，这里宾客众多，你留下帮忙，安抚好公主。嗯，也好。大冢宰，前事莫提，今日是我与杨坚的大喜之日。您既然来了，那便喝杯喜酒，吃口喜饼，沾沾喜气。这是天王御赐的葡萄酒，姐姐说这是特地从西域运来的。极为少见，一般人喝不到。哼，天王对你们还真是厚爱。我敬大冢宰一杯。大冢宰，
您是怕我在酒中下毒吗？难道大冢仔以为我真的还会继续和您作对，不死不休吗？我随太祖打天下至今，大风大浪经历无数，与我作对之人还少吗？如今都化为一堆白骨了。此刻，王后还在回宫的路上，杨家正在迎宾，我还要感谢杨将军，加上他亲手奉上的2支精兵，如今从皇宫到整个长安城，尽在我掌控之中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既然喝了喜酒，那这喜饼也请大冢仔尝尝。想必您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何对一个杀父仇人如此客气？很简单，姐姐虽然已经回宫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即便是天王也保护不了她。所以我只能求大冢仔您了。姐姐已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只希望她后半生无忧无虑，好好做她的王后。为此，我可以当过去一笔勾销，从今往后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大冢仔，请。宇文护，你奸猾一生，万万想不到，只有同时喝下这酒、吃下这饼，才会毒发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饼中一定有毒。有刺客保护大冢仔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不用管他，抓住刺客，要活口。宇文护，你这个奸贼！杀我夫君，夺我田地，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，你罪孽滔天。今日我杀不了你，来日你必遭天谴。五个人等，全都退出！不行，这些人必定与刺客有关，全部都要抓起来审问。不必了，这些人还没这个胆量。敢借婚礼行凶者，就在这堂上。来人，将此2人拿下！慢着，慢着！
大冢仔，请问你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们指使的呀？你们突然与公主同日成亲，又弄了这么大的排场，故意引我前来，分明就是阴谋。难道还想脱身？大冢仔，刺客已死，只是一个寻常妇人，他为何要杀你？刚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，是你晋国公府欺压百姓，害人在先，与杨家毫无关系。是啊，大冢仔，我们若真有暗杀之心，岂会派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？况且，刚才她还挟持了伽罗作为人质，各位皆亲眼所见呀。大冢仔，您可不能妄加猜测呀。独孤伽罗，他究竟是谁？他必定是你独孤家的人，对不对？独孤家的人只剩下伽罗一个，相信这一点，大冢仔您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你说话呀！他人是死了，但我可以让他死无全尸。大冢仔向来斩草除根，岂会留我独孤家活口？我不知他是谁。大冢仔若有心对付杨家，用这样的理由，如何堵天下悠悠之口？你的嘴与你父亲的骨头一样硬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来人，在，将刺客的尸首带走。是。你不是硬气吗？他既然与你无关，你哭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一样，都是受人迫害、孤苦无依之人。我为自己哭，有何不可？在这长安城中，还有很多人与他一样。究竟是谁害了他们？害他们走投无路，以死抗争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到头必有报。大冢仔，刺客已拿下，即便死了还是可以查的。公主已等候多时了。既然二位口口声声说与己无关，那便赶快前往随国公府，成亲吧。独孤伽罗、杨坚，目睹了这喋血一幕之后，我倒要看看，今日你们这个亲该如何成。这必定是一个让你们终身难忘的婚礼。伽罗，她是我大嫂，她是我大嫂。伽罗，我看出来了，杨家众人都在等着，你们不得不去。独孤家真的没了，但杨家还在。我不能倒下，我们一定要成亲。
星途取消。是。有情况，赶快通知随国公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真是啊，真漂亮。恭喜啊！哎呀，怎么还不来啊？这吉时都已经过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哎呦，到底要等到何时嘛？大喜之日就如此待我，我以后要怎么把他当做大嫂看待哦？啊，公主，稍安勿躁，莫急莫气，稍微再等一会儿，就当是为了我吧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若不是为了你，我早就翻脸了。是，公主，你最温柔贤惠了。心腹来了，心腹来了，郎中，心腹来了。好。佳龙，大嫂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慢呀？哎呀，走快一点嘛！公主，我等不及了。杨福，行，交拜礼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便是我杨家的媳妇了。你们要好好对待妻子，夫妻同心，白头到老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，生是同欢同忧患，死亦同穴不分离，矢志不渝。伽罗，无论今后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你以后也要如此待我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行，合锦礼。伽罗，回禀大冢宰，那刺客面目尽毁，没有武功，只是一个贱民，实在查不出身份。即便贴了告示，也无人认得呀。父亲，此事必定与独孤伽罗与杨家有关。早听我的话，将他们通通除掉，一了百了，哪还会有这些破事？大冢宰，那刺客的尸首该如何处理呀？扔到野外，喂狗。我大嫂呢？我们在靖国公府外等了几个时辰，终于看到了宇文护的手下。
将他的尸首抬出来，我们跟随至野外，将大嫂寻了回来。我想去看看他。佳洛，我们已经将大嫂安葬了。大嫂，你死得太冤枉了。若非我冲动行事，你也不会因为要救我而如此惨烈。宇文护羽翼丰满，硬拼只是徒劳。我已费尽心机，最后还要搭上你的性命，佳洛好悔。我们之前将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，宇文护如今必更加防备，想要除掉他，还需有全局的计划，一步一步来。若贸然行动，只会造成更多无辜的牺牲。如今我的亲人一个个离开，我一定要清醒，要理智，慢慢积蓄力量，要以正义令宇文护伏法，为大周除害。大郎，我们不该以命换命。以你我二人的命，换那个奸人的命，不值得。佳洛，有件事情我早该告诉你，你大哥还活着。我大哥还活着，他在哪里？你莫着急，你大哥如今隐姓埋名，在调查宇文护一党的罪证。他再三叮嘱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他的本意是希望你能够为了独孤家，好好的活下去，保重自己，不要报仇。我会好好活着。大嫂，你安息吧，我一定会带大哥来看你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我们定会拿这个罪人的鲜血来祭奠你。听闻大冢宰前几日遇刺，为查明刺客身份，闹的是废反迎天，可有查出了什么？没有。天王，但刺客如此胆大妄为。回禀天王，经秋官府核查，此案确系刺客一人所为，并无疑点。那既然如此，便可结案。众卿还有何事要议？如若没有，便退朝吧。且慢。天王，臣有事启奏。王后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是大冢宰，他正当着众臣的面逼天王废后。王后，奴婢去请太医。不必了，乃至为我梳妆、更衣。是。王后并无过错，为何废后？王后屡屡犯错，先是为罪臣独孤信修墓立碑，违背皇室法度，被罚禁闭佛堂3月，此乃天王亲自下的旨意。可他却不顾禁令，私自出宫，踏足罪臣府邸，试问一个不守法度、失德败行的王后，如何母仪天下？天王，魏国公并未被定罪，修墓立碑、陪妹出嫁，皆是人之常情啊。是朕准许王后出宫的，王后并未抗旨啊。王后为了一己私念，祸主媚上，又使天王出尔反尔，诏令西改。王后此举，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啊？欺君犯上，祸乱朝纲的人是你，宇文护。王后，朝堂大殿岂容后宫妇人涉足？来人，将王后请出大殿。大胆！天王还未发话，你区区一个臣子，竟敢发号施令！宇文护，你又将天王权威置于何地？你这还不是犯上作乱吗？王后，天王宽厚仁明，敬你是他堂兄，以礼相待，
可人善被人欺，天王才是一国之君，而你却怀不臣之心，妄图凌驾天王之上，臣子霸政，架空军权，是为奸臣，其罪当诛。王后，一派胡言！天王，王后不遵祖宗礼法，后宫干政，请即刻废后。王后，你先回寝宫去吧，朝堂之事，朕自会处理。宇文护，我今日赶来，便没想过再居王后之位。天王，臣妾只想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宇文护他狼子野心，残害忠良。若是再任由他把持朝政，大周必定朝纲大乱，国破人亡。妖言惑众，来人，将他拖出去！住手！大冢宰，天王尚未发话，王后便仍是一国之母，岂容你如此对待？你知道什么？她病入膏肓，神志不清，还有什么资格再当王后？拖出去！王后，大冢宰，你……宇文护，你以为你真能只手遮天吗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必定会遭报应的。天王，臣妾无能，不能再继续陪伴天王了。照顾好我们的贤儿，我们来世再见。王后，王后。王后，宣太医，宣太医啊！王后，你天王，千万别再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王。王后。天王节哀，王后，皇后宾天。父亲，没想到我与阿爽不在的这几日，家里发生这么多事。皇后嫂嫂是个好人，你们若是不敢劝她，我去劝。来，让大嫂发泄一下吧。大嫂这样，会把自己累坏的。如今我们能为她做的，也只有不去打扰她了。都回去吧。走吧。
大姐也离我而去了。大姐她有远见，有卓识，气度高华，只有她才敢做这样的事。她的作为足以流芳史册，我敬佩她。王后大义凛然，百折不屈之风范，人人称颂，万民同悲。母亲曾说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可以最温柔，也可以最坚强。大姐，大嫂，从此以后，我独孤伽罗的命，不只属于我自己，我会为你们好好活着。伽罗，我觉得他们并未消失在这天地间，他们只是去了另一处。迟早有一日，你们会再见面，只是或许要再过几十年罢了。在这世上，会有人替他们爱着你，所以你也要好好的爱惜自己。伽罗，若你想念他们，就将这满天星辰当做他们吧。参见天王。参见父王。天王，臣弟知道天王悲痛难抑，更知天王心念王后。可天王是一国之君，不能不理朝政啊。大哥，难道你忘了身为天王的责任了吗？难道你忘了当年我们兄弟三人跟随父王东征西战的雄心了吗？难道你忘了父王对你的期望？记得那次狩猎，父王夸三哥勇武，夸我沉着稳重，但其实有勇有谋的却是大哥你呀。父王将铁弓赐给我，是因父王觉得以大哥你的才智，无需这把铁弓。阿勇要这弓没用，只有大哥带领臣弟，才能张弓搭箭，一统江山呐。如今太子殿下一渐渐长大，看见天王如此行事，你让他以后如何效仿？天王，臣弟恳请天王重振朝纲啊！父王，母后临终前嘱咐你，一定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天王。儿臣也希望自己的父王是一个顶天立地之人。母后说，若任由宇文护独大下去，终有一日他会害死儿臣。父王，你忍心看见儿臣死在那个奸贼的手里吗？既然天王执意如此，臣弟也无话可说。唯愿天王还记得自己的身份。真对不起王后，对不起父王遗愿，对不起我大周的子民。公元558年，周国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依旧全面掌控政权，
王后离世，终唤醒了天王宇文毓的血性。他开始韬光养晦，表面仍为傀儡帝王，实则已开始准备一步步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。他选择从最不易引起宇文护注意的文化做起。独孤伽罗因愧疚于杨家为自己所做的牺牲，故自嫁入隋国公府后，立即为壮大杨家而努力。在内，他勤学持家之道，将杨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；在外，则注重与长安文武官员诸家交好，但凡各家嫁娶、寿辰、天子等，皆一一记下，并备礼上府拜贺，以期改变杨家势单力孤的状况。同时，伽罗大力撮合杨整与蜀国公尉迟迥之女尉迟荣联姻。杨家得到尉迟家的支持，使宇文护有所顾忌，暂获一段难得的喘息之机。啊，父亲，你们都在啊？公主，快过来坐。静姝，去帮公主拿个垫子。谢二嫂好意，可我还是要坐在我家三郎身边。哼，你呀，还是与二哥好好坐着吧，是吧，三郎？珠儿，大家都在呢。这有什么呀？都是一家人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有什么好遮掩的？既然你不主动，那我主动便是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可不行，就该亲亲热热，是吧，二嫂？我与你二嫂啊，可学不来你们这样。我们俩怎么了？我们俩这样挺好的呀。啊，郎主，这是此次退回来的礼品，是小司马家、贺将军家，还有……无妨，先记录下来，放回库房吧。是。人参，大嫂，你送人参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真是花钱讨没趣啊！外人不知道，定以为我们隋国公府钱多的没处花，可谁知我们过的都是缩衣节食的日子呀。大嫂，我才嫁进来没多久，家用已经缩减3次了。那公主，您若是缺什么，我派人给您买去。不用麻烦你，给我钱就行。珠儿，伽罗虽然缩减了3次家用，但均是在我们衣食无忧的前提下缩减的。我们挨家挨户的给人送礼，看上去似是徒劳无功，但其实已经有一些士族在跟我们来往，相信假以时日，一定会有成效。大哥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想拉拢人壮大杨家，可是也要考虑府里的实际呀。正所谓礼尚往来，不能只有往没有来呀。府里的钱像水一样的往外流，没有几个人回礼也就罢了，还常常被人退礼。真不知道你们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侮辱。反正我是觉得很丢人。今日种因，他日结果。今日未看到果，并非因错了，而是坚持才会有结果。半途而废只会前功尽弃。如今这世道，很多事情都不公平，路亦不可能畅通无阻。但是我们总得主动去争取啊，岂能放任不为呢？可是大嫂，别说了。他们送的礼物都被退回来了，我嫌丢人，他们偏不觉得丢人，还说什么脸面是小事。这个独孤伽罗倒挺能折腾的，他以为靠送礼拉拢关系就能壮大杨家呀，未免天真可笑。就是啊，而且大人公对他还是听之任之，也许是因为伽罗无亲无故，所以更心疼他吧。
可是伽罗却不知分寸，一个富人家，整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，没有一点女人的样子。堂兄，你就放心，反正他也闹不出什么动静来。我有何不放心的？任凭他们如何巴结，也无人敢在我的眼皮底下与杨家交好。堂兄，你最厉害了，有谁敢不听你的话？不过，堂兄，杨家好歹是我的夫家，你也要手下留情哦。那个伽罗就是白花钱办傻事，他为了送那些礼品啊，不停地缩减家用。我现在连一盒国本果油霜都买不起了。堂兄，你看看我皮肤又粗糙了，又黄又干的，简直像个村妇一样。你当初不是寻死觅活要嫁到杨家吗？现在嫌弃杨家穷了？堂兄，你看我按时向你禀报，你是不是该奖赏我一点什么？感情你上我这儿着吧来了。好了，想要多少，到管家那儿去支吧。啊，还是我对你最好吧。太好了，堂兄，你对我真的特别特别好。不过我们家三郎对我也是特别好。就是没钱。堂兄，你先忙，我去领钱啦。